在上一集时，我们快速把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聊过一遍，并留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国家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总是能够屹立不摇呢？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我们先从政治来看，虽然在公元284年戴克里先将罗马重组后，本质上就已经从共和体制转变成皇帝专制的政体，不过在希拉克略继位后，更进一步强化以虔诚基督的皇帝作为皇帝的称号，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领袖，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还是最高司法审判者以及宗教的最高主宰。因此，我们可以说，拜占庭的皇帝就是神授的绝对君王。面对皇帝的高压统治，那么想要颠覆、推翻或者上位，就只能透过阴谋手段、武力叛乱或是宫廷斗争才能取而代之。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后来拜占庭这个名词也有错综复杂的含义，代表着人们对于拜占庭那种曲折的密谋以及幕后交易的刻板印象。如此专制的政体要能够有效率的统治，让上命下达，那么就得仰赖成熟的官僚体系，而官员们基本上都要具备阅读和写作的技能，可别小看识文断字的能力啊！同一个时期的西欧，会读会写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那么，拜占庭的官员为什么有这种基本能力呢？答案就是教育。拜占庭鼓励臣民广泛的教育活动，因此才能替庞大的官僚体系提供源源不绝的人才，也借由这些官员的执行，掌控了帝国的行政、宗教、经济等等活动，甚至还能协助皇帝控制军队、外交与法庭，让专制帝国有一套能够顺畅运转的组织力量。接着，我们来看经济层面。之前我们有提过不少次哦，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比较有钱。具体来说，东罗马透过远距离的商业贸易，将来自远东的奢侈品与西欧的原物料进行中介交易。因为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与亚洲的交汇点，世界各地的商船与商队在这边进行转口贸易，同时拜占庭还可以收取关税和贸易税，累积财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以前我们读书时念到的丝绸之路，就是从洛阳或长安出发，到甘肃、新疆，经过中亚、西亚，最后抵达君士坦丁堡。不过，在面对来自遥远东方的珍贵丝绸织品，拜占庭帝国也懂得保护自己的手工业，尤其是丝织业，并稳定经营货币体系。这些都让财政能够保持盈余，好因应其他运用，像是军饷的发放、雇佣兵的费用，或是武器的购买与研发等等。除了商业贸易与手工业以外，拜占庭的立国根本其实还是农业。起初，政府是按照田亩面积向村庄集体征收税赋，每3年普查一次土地状况。小农民或自由农在国家法律的维护下，努力对抗大地主贵族和修道院的扩张。不过，这块经济基础却慢慢被瓦解哦。7世纪初期，拜占庭虽然用希腊火打退了阿拉伯人，但也失去了叙利亚这块粮仓。之后，政府只能加强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的开垦力度，再加上到了11世纪左右，政权渐渐落到贵族手上，使得土地兼并很难遏止，自由农也就慢慢沦为贫困的佃农。这就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对于外敌的入侵没有了抵抗的动力。那就更不用说塞尔柱帝国崛起后，在公元1071年曼奇卡特战役后，土耳其人夺走了亚洲的领土，这就让拜占庭的财政与农业状况又更进一步的恶化。到了帝国末期，不仅自由农民消失，就连商业贸易也被外来势力给把持。政府为了弥补开支，只能把土地割让，或是允许特权，像是威尼斯与热内亚纷纷在拜占庭境内建立贸易据点，还享有许多优惠，使得原本的财源逐渐流向国外。因此，从经济层面来看，在土耳其人用船坚炮利轰垮拜占庭之前，其实它早就被威尼斯商人从内部给掏空了。好的，我们从教育、政治与经济层面来看拜占庭帝国能够这么顽强的原因。不过有趣的是哦，
这些可能是从外部的角度来探讨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与延续。对于他们自己来讲拜占庭人似乎更加重视的反而是宗教。没错，因为宗教连带影响他们的文学、建筑与艺术。拜占庭人热衷于宗教，就像我们今天热衷于运动赛事一样，他们会为了教义中的某个词汇而争论，甚至大打出手。根据一位帝国早期作家的描述，当他问一位面包师傅面包多少钱时，他却回答胜负比圣子更伟大。这种鸡同鸭讲不是，这种宗教狂热的氛围可能也跟皇帝有关毕竟皇帝是宗教的最高主宰，神授的代理人。皇帝还召开了好几次的宗教会议来解决教义上的纷争与教会的信条。不过基督教在拜占庭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公元8世纪时，利奥皇帝发起了反对偶像崇拜的运动，这个破坏圣像的运动也替之后东西方基督教分裂埋下了伏笔。那为什么好端端的利奥皇帝却要破坏圣像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公元8世纪时，拜占庭面临了第二次灭亡的危机。当时他们跟波斯人打到精疲力尽嘛，让阿拉伯人趁势而起，多亏利奥皇帝的统帅以及希腊火的运用，才得以打退伊斯兰的入侵。当时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穆斯林认为偶像是撒旦的杰作，而禁止崇拜。利奥皇帝为了避免拜占庭的居民被这样的教义给吸引，所以发起了这场宗教改革。一方面消除伊斯兰教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借由宗教改革削弱基督教的影响力，并侵占教会的财产。虽然反对偶像崇拜的改革在之后因为新召开的一场宗教会议而停止，不过在皇帝破坏圣像时，教皇与支持偶像崇拜的团体便转头向西方的法兰克国王寻求支持。这种教宗立场的转变不仅让基督教之后走向分裂，也让东西方的关系逐渐恶化。话说回来，基督教在各个层面都影响着拜占庭。之前我们有说过，他们非常重视教育，好培养政府的官员嘛。更详细的说，他们的学校其实仰赖着希腊文学的作品来进行教育，不管是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们都如数家珍。也因为他们对于希腊文学的重视，所以对于保存古典作品也十分的重视这才让后世的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些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欧与伊斯兰国家普遍歧视妇女，但拜占庭的教育却对女性开放。虽然他们不能到学校读书，但却可以在家请教师教导。因此，帝国中也不乏优秀的女性作家、医生等人才。另外，宗教也影响着他们的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教堂的建筑设计可以说是令人赞叹敬仰的创举，透过圆形穹顶覆盖方形大厅的宏伟构造，不禁让人以为圆顶像是悬浮在半空中一样。而内部的镶嵌画更是经典的拜占庭式艺术，透过象牙、玻璃、宝石等镶嵌出许多宗教图画。这些人物画像普遍会将身体比例拉长一些，同时会有一点扭曲，但原则上都呈现出虔诚与庄严的样态。如此灿烂的文明，难道在公元1453年就覆灭完结了吗？其实，在公元10世纪左右，俄罗斯接触到了拜占庭的文化，并开始吸收与学习，这就让拜占庭在灭亡后，俄罗斯便自称为第三个罗马，而统治者沙皇的意思其实就是凯撒。可以说，拜占庭的艺术与文学都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后来他们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也有恢复罗马昔日光荣的缘由。不过，这些我们之后再聊。在拜占庭跟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拜占庭跟西欧的关系却越来越恶化。尤其在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针对教义、礼仪与教宗首席地位的争论，分裂成西部罗马公教，也就是天主教，与东部希腊正教，也就是东正教。之后裂痕便逐渐扩大，那就更不用提公元1204年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后，更让双方的仇恨难以消除。拜占庭从原本捍卫西方，避免被东方势力入侵的桥头堡，转变成互相仇视的状况，
就让土耳其人渔翁得利，伊斯兰的势力也趁势兴起。不过关于这些，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